刚醒来就发现左手上被绑了一根金链子，而链子的另一端绑着我的死对头，也是我的小青梅谢雅倩。我没有片刻犹豫，一把将女人拉了起。大傻春，你要干什么？你居然敢睡到我床上！谢雅倩脸上没什么睡意，甚至没有太多的意外，只是微微勾了勾红唇，一脸笑意地看着我。我举起自己的左手手腕，这怎么回事？赶紧给我解开！将金链子展示给他看。谢雅倩的情绪瞬间变得有些激动。你又想去找袁甜甜了是不是？你想都别想，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她。我挠挠头问道：这个袁什么甜的，他是谁？我为什么要去找他？这下轮到谢雅倩顿住了，不过也仅仅只停了1秒。她很快想到了我之前的所作所为。我见她不回答，自己先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一个很大的房间，装潢一看就是很贵的那种。谢雅倩以为我又要开始发疯出言嘲讽。你想干嘛？又想拿花瓶砸我的头，还是又想把我……我没听他的话，简单看完一圈周围的环境，有无数个问题。这是哪儿？你家？可我记得你家不长这样啊！还有，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会和你绑在一起？为什么睡在一张床上？你对我做了什么？这个金链子是合金吧？应该不是真金吧？你不知道这是哪儿？背着我偷买的房子，藏着掖着不给我看，什么意思？忽然，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一行半透明的字迹凭空浮现出来。来了来了，男主又开始装失忆骗反派老婆了，心疼我谢总1秒，这次能装多久？我赌不超过1天，女二肯定已经识破了，这都演第3回了，女二肯定不会再相信了。话说袁甜甜今天上线了吗？没有，差评。女主到底有什么好的？能不能看看咱们可怜的女二老婆啊？男主、女主、反派老婆，每一个词我都认识，连在一起却让我脊背发凉，这荒谬感。我穿越了？不对啊，我就是我。对面的女人是我发小，那个从小和我不对付的谢雅倩。你不记得袁甜甜了，那你还记得什么？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我结婚了，你是我老婆，这怎么可能啊？乔晨，如果你想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不会让你和袁甜甜在一起的。就算是我死了，你也别想着跟袁甜甜在一起。我还没满20，我怎么会结婚呢？绝对是假证，这个婚姻是不合法的。你今年多大？19岁啊。谢雅倩瞳孔一颤，心跳漏了一拍，随后冷静下来。乔晨，我懒得和你浪费时间，你别演了，失忆都装第几次了？你不无聊，我还嫌你浪费时间，别再去找袁甜甜了，她不是真的爱你。失忆？我没失忆啊，我昨天跑完运动会的800米比赛，然后得了第1，向你斗手的时候把脚扭伤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我好像是有点没印象了。谢雅倩越听脸色越不对劲，眼神死死锁着我。阿晨就是在那之后不久认识的袁甜甜。如果阿晨是真的失忆了，刚刚说自己不认识袁甜甜是正常的。今年不是19岁，你今年是26。我们结婚4年了。4年，整整4年。我不信，我明明才19岁，而且我怎么会和你结婚？你以前还说，就算全天下男人死光了，你都不喜欢我。我今天姑且相信你，我要是发现你又骗我，下次就不是用一条链子锁你了。我看着链子好奇地问：谢雅倩，这链子是真金还是合金？真的，不过是18K 纯金子，硬度低。那不还是合金？害我白高兴一场。谢雅倩声音变得温柔了一些。你想买什么？和我说，我给你买。你转性了？我以前从你手里搞点零花钱可不容易了。说什么你的钱都是你老公的，现在倒是大方了。你现在就是我老公啊！我怎么会和你结婚？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你不会骗我吧？谢雅倩从床头拿来结婚证扔给我看，是真的，有钢印那种。我看着上面的日期，22岁，我们毕业那年就结婚了。晨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谢雅倩坐在餐厅里，目光若有若无地掠过我。王妈礼貌道：姑爷，早餐准备好了。我盯着桌上的早餐，眼睛亮了起来。谢雅倩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我边吃边朝厨房方向喊道：王妈，你的手艺绝了！王妈从厨房探出头：姑爷喜欢就好，喜欢就多吃点。特别喜欢。我说着，又塞了一口煎包进嘴里。阿晨这样开心的样子，我有多久没见过了？如果这是假的呢？转念之间，那抹几乎要溢出的温柔，瞬间被冰霜覆盖。如果阿晨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为了再次离开我去找袁甜甜呢？我会给阿晨机会，我会等待、观察、判断。这个想法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谢雅倩的心脏。她放下咖啡杯。如果阿晨想诱骗我，地下室里那个特制的金龙一直都缺少住进去的物件，我不介意用让阿晨住进去。我突然开口：谢雅倩，我怎么不记得你家以前这么有钱？这别墅不便宜吧？是你赚的吗？你这些年赚了多少钱吧？以前的阿晨从不过问我的财产，不关心我的任何事情。阿晨只想着袁甜甜，只关心袁甜甜，想讨好袁甜甜。谢雅倩深吸一口气，不贵，也才3个多亿。我现在身家几百亿还是有的。我的眼睛从听见3个亿的时候就瞪得老大，听见他有几百个亿，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这也太有钱了吧！我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你说我俩现在是合法夫妻，对吧？你想分夫妻财产？嘿嘿嘿，你的身家有我1半，就是说我也是。把衣服脱了。
现在嘛，不太好吧？要不我们回屋？反正我和谢雅倩都已经结婚了，就算脱了又能怎么样？我又不吃亏。我的笑容灿烂，不带一丝阴霾。谢雅倩看我一脸欣喜的样子，不由得附额。这回该不是真的失忆了吧？之前阿晨就算装，也藏不住对我的厌恶。不行，我还是要再观察观察。阿晨，我们是有婚前协议的。婚前协议？离婚的话，你是要净身出户的。我的表情立刻垮了下来。属实破大防！你居然防我！谢雅倩，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你太让我失望了。结婚的时候，这可是你主动提的。我提的？为什么？我是脑残吗？为了装清高，连钱都不要了？因为当时的阿晨根本不是真的想和我结婚，阿晨当时不过是被袁甜甜伤透了心，才勉强同意了和我结婚。婚前协议也是阿晨坚持要签的，他一再和我强调我们只是假夫妻。我们是怎么结的婚？还有袁甜甜到底是谁啊？我继续追问。就在我问出这个问题时，我的目光再次看向那些弹幕。阿晨老公袁甜甜是你老婆啊？拜托，他老婆是谢雅倩，还是合法的那种。谢谢老婆和阿晨老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和你们这群想要让女二上位的人拼了！出轨女根本不配做女主，切！等男主想起来，一定会回到女主身边的。你们这群小丑，请不要拆，官配 CP。OK。从这些弹幕中，我明白，大概自己和谢雅倩，还有那什么袁甜甜的，是小说的恋爱脑男主、反派女二以及出轨女主。不过这女的到底长啥样，还能让我愿意为她自杀？谢雅倩在一边犹豫了很久，开口道：“袁甜甜是你的初恋，你为了她一直骗我，各种欺骗，各种谎言。我为什么会签婚前协议？我真是个大傻春。”谢雅倩见我这副样子，阿晨，你大早上起来就失忆了，现在都开始自己骂自己了，需要叫家庭医生过来吗？我摇了摇头，不用了，我很好。谢雅倩将我的反常尽收眼底。太奇怪了，阿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太奇怪了，难道阿晨偷偷和袁甜甜联系上了？袁甜甜又跟阿晨说什么了？这场失忆难道真的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目的是让我放松警惕吗？可是，一切又像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阿晨不爱袁甜甜的时候。谢雅倩的眼神淡了下来，心底的怀疑如藤蔓般疯长。谢雅倩吃完早饭，公司还有工作处理，正准备出门，我还没吃完，看见谢雅倩要出门，便跟了上去，随口问道：“你去干嘛？”上班。我点头道：“我忘了，那我呢？在哪儿上班？”你不准出门！我仰起头说道：“为什么？你觉得我在骗你？你在我这里信誉不高。我真不记得这6年的事了。我连那个什么圆的扁的我都不记得他是谁了，我还能干什么啊？你既然忘了，那就乖乖待在家里，不许出门，别想着逃跑，家里有保镖。”谢雅倩满眼的不信道：“手机我都同意足不出户了，你总得把我的娱乐工具给我吧？”我等会儿让人给送个新的给你。我笑着给她比了个 OK 手势。谢雅倩刚迈出门一步，就对保镖道：“盯紧了姑爷，不允许他去任何地方，更不允许见什么人，尤其是袁甜甜。”好的，谢总。谢总，今晚有一个很重要的竞标会，是谢氏与袁氏以及其他多家公司参与的投标会。谢雅倩的助理在她身边汇报今天的工作安排。助理也知道了我今早的事情，心里不免有些担忧。每次姑爷出就这种幺蛾子的时候，都是为了帮助袁氏抢项目。虽然袁氏的竞争者不止谢氏一个，但是谢氏是他们最有力的竞争者。助理也知道了我今早的事情，心里不免有些担忧。搞定了谢氏，就没有人能够与袁氏抗衡了。有话直说。谢总，姑爷会不会是装的？就为了放松您的警惕，然后在晚会的时候来波大的。姑爷已经破坏了很多回谢氏的合作了，可是谢总总是非常宠着姑爷，哪怕损失了很多利润，公司的股东很有意见，他也不肯离婚。姑爷真是眼瞎，这么好的老婆看不见，非得要倒贴一个渣女，我都替谢雅倩不值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提前做好备选方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次都要拿下这个项目，而不是因为姑爷的动作乱了你的脚步。谢总说的对。在家里的我吃饱喝足之后，躺回了床上。该说不说，这张床真的很大，床品都是丝绸的，柔软顺滑，床垫也非常的软，还是智能可以调节的。我感觉我都不需要去客厅了。以前乔家和谢家算是小富之家，这些家具也可以买得起的，但是绝对不包括这么大的别墅。我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谢雅倩这丫头到底是怎么报复的，人怎么能争气成这个样子？我看着弹幕还在实时滚动，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以及一些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我也就懒得看了。刷起来还没玩多久，新手机蹦出一条新消息：阿晨，今天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你一定要帮我拖住谢雅倩，等我打败了谢氏，我们就结婚。我正一头雾水时，看向半空中的弹幕。女主还有脸来忽悠男主，男主肯定会答应的。他那么爱女主不好说，男主现在都失忆了，谁还记得这是女主？男主的失忆还没确定，说不定是为了迷惑女二装的呢。今天这个项目很重要，谁拿到就能甩另外一个人一大截，求男主不要再作妖了。我这下算是明白了，原来给我发消息的就是那个圆的扁的渣女。我翻了个身，继续开始刷我的手机了。又过了10来分钟，我这边还是没有任何回复。
袁甜甜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开始用甜言蜜语哄我来给她办事。我被烦到了，把她拉黑了。袁甜甜没想到我把她拉黑了。怎么会被拉黑了？是我最近太冷落她了吗？袁甜甜立刻给我又发了几条甜言蜜语，大概就是想说她跟其他男人都是假的，都是合作关系，她心里爱的只有我一个人，赚钱是为了娶我，包括这个项目都是为了以后能够对我更好点。我直接给对方回了一个微我500万看看实力。袁甜甜立刻变脸，阿晨，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么物质的男人，你以前单纯纯洁美好善良，如冰雪般一样。你是不是跟谢雅倩待在一起久了，你被她影响了？你得远离她。我现在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努力，为什么不能帮帮我，体谅我呢？我皱着眉陷入了自我怀疑，在心里嘀咕，我真的会喜欢这种普系女吗？我到底是穿越还是失忆？但不管怎么说，我也不可能喜欢这种普系女吧。我也懒得跟这种傻逼废话，把他的手机号码也给拉黑了，转头继续玩起了自己的手机。招标会的路上，谢宅的保姆王妈给谢雅倩打去电话。喂，王妈。谢雅倩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她打电话的原因。小姐，姑爷在家一直呕吐，还肚子疼，整个人疼的都在地上打滚了。家庭医生呢？刚刚叫了医生，马上就到。姑爷想要叫救护车，保镖不让，说是要得到您的同意。让那群蠢货赶紧打120。姑爷要是有个3长2短，他们所有人都可以滚蛋了。立刻拨打了120，再也不敢耽误一点。谢雅倩挂掉电话，吩咐司机掉头。谢总，咱们的投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姑爷却在这个时候肚子疼。坐在前排的助理猪猪提醒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在我这里，阿晨永远是第一位。哪怕每一次狼来了都是骗我的，我也会在下一次继续相信阿晨可以闹骗我无数次。我不能一次不管，我不是什么好运之人，我不能失去阿晨，我也承受不住失去阿晨的痛苦。猪猪张了张嘴还想劝，最终只应了声是。黑色的劳斯莱斯在即将驶入竞标会会场的前一个路口，利落的调转车头，朝着谢宅的方向疾驰而去。谢雅倩深吸一口气，我不是没想过，这可能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这个时间太过于巧合，目的也许是为了打乱我去竞标会，可我没办法，我赌不起，我不敢赌，哪怕狼来了的故事上演100次，我也要在第101次毫不犹豫地奔向阿晨。手机此时震动，是王妈发来的消息，救护车已到，正把姑爷送往医院。猪猪快速的在平板上处理着推迟竞标的事宜，谢雅倩则一直盯着窗外。车子在医院急诊楼前急刹停下，谢雅倩几乎是在车停稳的瞬间就冲了进去。急诊室门口，老妈和几个保镖正焦急的等在那里。王妈看到她，小姐，谢雅倩的声音带着明显颤抖，姑爷呢？在里面，医生正在检查。谢雅倩走到急诊室门前，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只能看到里面人影晃动。她握了握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转身看向旁边垂手站立的保镖。谁拦着不让叫救护车的？他的声音不高，却冷得像淬了冰。一个身材高大的保镖硬着头皮上前一步。先生之前吩咐过姑爷，如果要动用紧急联系方式或者轿车外出，需要先……我需要的是你们保障他的绝对安全，不是让他在病痛里硬撑。谢雅倩打断他，眼底是压抑的怒火。他要是真出了事，你们谁担得起？保镖噤若寒蝉，不敢再辩。这时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位医生走了出来，谢雅倩立刻迎上去。医生，我老公怎么样？急性肠胃炎，病人太瘦了，平时吃的少，这次是一次性吃了太多东西，胃部的负担太重，引发了剧烈痉挛和呕吐，已经用了药，现在疼痛缓解了，在输液观察，没什么大碍，别担心。悬着的心终于重重落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脱力的虚软，但更多的是庆幸。谢雅倩长长舒了一口气。谢谢医生，我现在能进去看他吗？可以，病人现在需要休息，请保持安静。谢雅倩点点头，轻轻推门走了进去。病床上我正闭着眼，脸色依旧有些苍白，手背上扎着针，透明的药液一滴一滴缓慢落下。听到脚步声，我睫毛颤了颤，睁开了眼，看到是他，我眼里闪过一丝极快的复杂的情绪，像是惊讶，又像是别的什么，随即被一层虚弱覆盖。你不是有重要的会吗？我的声音有些沙哑。谢雅倩暗眸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光，声音温柔道：你怎么知道的？女二怀疑男主可能是故意将她从招标会上叫走的了。女二做了准备，就算他不到场，他手底下的人也不是吃素的。男主一哭，女二像条狗就来了，支持女二囚禁男主。我要看囚禁 play。我本来也是打算和谢雅倩交代的，毕竟在我现在的记忆里，谢雅倩才是我熟悉的人。我手机今天收到一条信息，让我拖住你，说什么重要会。谢雅倩，你得相信我，我现在失忆了，就算我俩不对付，我也不会帮着其他人对付。你不要说我现在不认识他，我就算认识他，我也不能这么搞砸你的事业。谢雅倩被我给打动了。若是永远这样就好了。谢雅倩尝试去拿我的手机，若是以前，我一定会很紧张。这次我拿过自己的手机，解锁后递给她，然后看见了袁甜甜发来的求和以及甜言蜜语，眼神又暗下去了。看完消息却是如我所说，我确实没答应。
我来医院纯属巧合，我不是看着26岁的自己太瘦了吗？就想着吃多点补补身体，结果谁知道我现在居然脆皮成这样。谢雅倩很久没听到我和她絮絮叨叨说这么多话了，恨不得将自己身上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全部告诉给她。我好像是真的忘记了袁甜甜，她眼里又能看见我了。谢雅倩在医院守着我打点滴，窗外夜色如墨，走廊里偶尔响起护士轻敲的脚步声，点滴瓶里的液体匀速坠落，像在丈量时间。我靠在生气的病床上，脸色依旧有些苍白，眼睛却亮得出奇，仿佛急于从迷雾中打捞出一段被自己遗忘的过往。我问了很多，都是关于那6年的，都是我忘了的谢雅倩。起初只是简短应答，甚至试图将话题带开。那6年对他来说，是无数次欲言又止的沉默，是眼睁睁看着我走向别人的背影，是深埋心底几乎要将自己吞噬的嫉妒与无力。那是他和我之间最不愉快的6年，他不想提，一个字都不想。可每当他要彻底沉默时，目光总会撞上我望过来的眼神，那里面没有记忆带来的阴霾或眷恋，只有纯粹的好奇，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映不出任何过往的尘埃。对着这样一双眼睛，他发现自己无法筑起高墙，那些苦涩的碎片终究还是被我一点点问了出来。那个袁什么的，我怎么认识他的？谢雅倩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床栏边缘，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她声音平铺直叙，听不出情绪，只有她自己知道，胸腔里那股陈年的妒火又在隐隐灼烧。袁甜甜，她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你把脚扭伤后，是我带你去的校医院。她顿了顿，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我伏在她身上的重量。后来每一次复查换药，都是我陪你去的。然而最后一次的时候，你基本好了，我看你走路也没什么大碍。我那天也有事，没陪你去医院，你就是那时候遇到他的。仅仅一次缺席，就那一次，我次次守护在侧，寸步不离，却抵不过命运一次看似无心的错位安排，让阿晨对另一个女人一见钟情。至今想来，都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然后呢？仿佛在聆听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你那时候开始有了秘密，每天偷偷摸摸，心不在焉。我的项目正到关键阶段，忙得昼夜颠倒。等我有时间、有精力想找你的时候，你跑来告诉我，你要对袁甜甜表白。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只有仪器轻微的运作声。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结婚的？眉头慢慢拧起，再次问出了那个从清晨醒来就盘旋在心头最让我不解的问题。后来你发现袁甜甜不只和你一个人暧昧，更关键的是，她早就有一门家族安排的未婚夫。你一气之下找我闪婚了。你当时像一只被人丢弃的小狗一般，我一心软就答应了。谢雅倩说谎了，事实是她求而不得，是她后悔不已的时候，我给了她一个机会。我是小三，我被小三了，我猛地从靠着的姿势坐直，声音因惊愕和愤怒陡然拔高，扯得手背上的针头都微微一动。话出口，我先是不可置信，随即一股荒唐感涌上心头，简直不知该作何表情。我问谢雅倩这6年的事，我想听见她的回答，更想知道弹幕会说什么。打女主可是一见钟情，青梅永远抵不过天降，女二输的不冤。女主对其他人都是假的，只有对男主才是真的。得了吧，女主到处勾勾搭搭，男主为她崩溃了多少次了？袁甜甜作为袁氏的接班人，她爹那么多私生子，她自然要先将大权握在手里。联姻是手段，除了男主都是逢场作戏而已。逢场作戏，那她怎么没解除婚约和男主在一起？男主被网暴骂第三者的时候，她又躲起来了，这叫爱。弹幕吵得不可开交。我听着谢雅倩简洁却信息量极大的叙述，关于袁甜甜这6年的过往，在我心里慢慢拼成了完整的图。说到底，不过是个俗套又伤人的故事。她野心勃勃，想攥紧家族权势，又放不下心动的感情，便一边用真爱承诺哄着我，一边和能给她利益的未婚夫维持婚约，左右逢源。直到事情败露，我背负所有骂名，而那个说爱我的人未必肯第一时间站出来护我。这剧情简直就是古早狗血言情小说，我实在想不通，这么蠢的人真的是我吗？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我怎么会蠢成这样？点滴瓶中的液体终于滴到了尽头，我终于可以离开满是消毒水的医院了。我的目光粘在那辆劳斯莱斯上，瞳孔亮了一次又一次。你这车太帅了！手指轻轻划过光洁的车门。2800万。我忽然转过头，语气里掺进一丝不甘的怅惘。我要是当年没撞见那什么袁甜甜，是不是我也能创业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了？然后我凭自己的本事买豪宅买豪车。我顿了顿，下巴微微扬起，带点赌气似的畅想，还能包女模什么的。包什么？关你屁事！我就要养女模。我的大好青春莫名其妙少了6年，6年啊！我连个异性的手都没正经牵过，醒来就直接跟你捆一块了。我就想包女模，怎么了？我就要。打点滴时那点短暂的温情氛围早已消散无形。面对谢雅倩，我又变回了多年前的相处模式，想说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上车回家。我故意绕过她，径直拉开后排车门，抬脚就坐了进去，俨然把她当成了专属司机。谢雅倩看着我这幼稚又鲜活的模样，那股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红唇不由得弯了弯。她拉开后车门，费劲想要把我拉出来。我很少能看到谢雅倩这么幼稚的一面，便顺着她的力道，让她将我塞进了副驾驶。真拿我当司机啊？
能给本少爷当司机，你就偷着乐吧你。谢雅倩没再说话，劳斯莱斯无声滑入夜幕，驶向谢宅。到了家门口，我赖在副驾上，任凭谢雅倩执拗幼稚地拉着我。谢宅门口等候的佣人们何时见过小姐姑爷这般亲密无间的景象？往日里不是冷眼相对，便是激烈的争吵，今天却像是转了性，一个在闹，一个在笑。看来这小夫妻的感情终于有破冰的迹象了。谢雅倩挽着我的手臂穿过走廊，径直进入主卧，顺势让我坐到床上，她则羞红了脸。这意料之外的温柔让我愣了一下，脱口而出：“你变化挺大的。”你又想说我老是不是？别忘了我们同岁，你还比我大1周呢。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拐着弯说我老吗？没有。谢雅倩转身走向衣柜，嘴角牵起浅笑：“你先去洗澡。”我们要睡一起。我的思绪立刻跑偏，想到洗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戒备地问：“对，我还会给你戴上链子，免得你半夜跑掉。”你这是非法囚禁，我要报警！好啊，你报啊，我们是合法夫妻。我对警察说，这是夫妻间的情趣，你猜他们管不管？谢雅倩，你这个女流氓！等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只穿着睡衣。谢雅倩不知为何尴尬一瞬，起身也钻进了浴室。就在这时，放在外面的手机屏幕亮起。谢总，投标项目结果已出，我们赢了，袁氏出局。谢雅倩洗完澡，快速擦干身体，推开了浴室门。可卧室里空无一人，不见我的身影。谢雅倩呼吸一滞，像是骤然坠入冰窟。难道阿晨又骗了我，又一次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没有任何回应，不祥的预感几乎将他淹没。乔晨，来人，都给我去找姑爷，立刻马上！就在这时，啪的一声轻响，走廊尽头客卧的门被拉开一道缝。别叫了！我脸上满是被打扰的不满，语气冲得很。大晚上的叫魂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看到我还在，谢雅倩才放下心。我看着她急得近乎疯魔的样子，心里突然生出一阵愧疚。穿越前，我把脚扭伤时，谢雅倩把我扶到了校医院，嘴里还不停地数落：“乔晨，让你嘚瑟，现在活该。”嘴里不停数落：“你把脚崴了，你就继续嘚瑟，小心把另一只也崴了。”话没说完，我故意晃了晃腿，她立刻闭嘴。20岁的谢雅倩虽然嘴贱，但我有任何事，她总是立刻出现，哪怕是毫无意义的小事。26岁的谢雅倩对我态度冷淡，依旧在关心我。我现在心智年轻，和她不是一个年纪，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你暗恋我？不是疑问句，连一丝犹疑都没有。我的语气太笃定，谢雅倩骤然停住脚步。暗恋你个头！跟我回房间，不许住这里！弹幕又炸了，我匆匆扫过那些争吵的弹幕，一点有用的消息也没得到，也没心思深究。谢雅倩已经站在我面前，自己走回去，还是我找人扛你？她眼神清冷，说出的话不是商量，是通知我。往后看向一边，心虚道：“我就睡客房，我又不会跑了。”我对你没兴趣，瘦成什么样了都？我下意识打量自己，是很瘦，病态的瘦。我在他眼底捕捉到一丝转瞬即逝的通色，像是他刺伤我的同时，也划伤了自己。那你为什么非要绑着我？我知道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他对我们的方式都与此有关，和我失去的记忆有关，对不对？我们结婚前，你和袁甜甜纠缠，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结婚之后，我一开始给了你自由，你第一次见了他之后，回来闹了3天绝食要跟我离婚，我没同意，但也没限制你去找他，还派保镖暗中保护你。我再见到你，是你在家门口哭着跟我说，袁甜甜和他未婚夫要订婚了，你又因为他受了几次伤，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就是有未婚夫的，他有未婚夫还吊着你，通过你的关系撬走谢氏很多合作，从你我这里汲取营养，壮大自己，没兑现嫁给你的承诺，连婚约都没解除，你还为了他割腕自杀，吞安眠药要死要活，甚至他青梅竹马要割腰子，你都想割给他，还好我拦下了，把你锁在家里，不然你就不是现在骨瘦嶙峋，早成白骨了。从那以后，我白天找人看着你，晚上锁着你跟我一起睡，你想都别想跑。是我吗？这不是大傻春吗？这真的是我吗？我越听脸色越难看，陷入深深的怀疑。这个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是不是有问题？我实在无法共情，但我也不多纠结，反正我都忘了，干脆为自己辩解。那我现在不是忘了吗？防止你突然想起来又要死要活的，你必须跟我回去。你不用反抗，我对你没兴趣。我妥协了，被他这么多年没抛弃我的情谊打动了。谢雅欣虽然嘴巴毒，但也算对我不离不弃的家人了。行吧行吧，我看着自己也没什么兴趣。谢雅倩带我回到主卧，熟练地用链子将我们绑在一起。她说到做到，睡在床的另一边。我还睡不着，谢雅倩，这床真舒服。谢雅倩累了一天，
又受了2次惊吓，指挥我说快睡。次日清晨，细微的碰撞声在寂静房间里格外清晰。谢雅倩先行，动作很轻，可金属棱角还是钻到我意识边缘。好吵，早上没课，能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我皱着眉，下意识把脸埋进枕头。先起床吃早饭。女人的声音。你想睡觉，等吃了早饭再睡。我闭着眼，混沌的脑子费力运转，宿舍哪来的女人？紧接着记忆碎片猛然拼合，我像被烫到一样，倏地坐起身。你记忆力倒是挺好，都还记得早上没课。我没接话，坐在床上陷入更深的呆愣和沉思。6年前的事仿佛昨日，可眼前这女人还有身体微妙的不同感觉，都在无声告诉我，时间确实已经过去了6年。这不对劲，十分不对劲。失忆会遗忘，怎么会把更遥远的事记得纤毫毕显，却独独丢失中间漫长的6年？一个更离奇、更科幻的念头不受控制的冒出来。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下楼吃早饭，今天少吃点，别又像昨天那样吃进医院。我嗯了一声，目送他纤细的身影离开，房门被轻轻带上。我猛地向后一倒，拉起被子蒙住头，在昏暗里继续和那个惊人的猜想搏斗。不好意思，我来迟了。我全身一僵，瞬间扯下被子，锐利目光的扫视空荡荡的房间。谁在房间里？乔晨你好，我不在房间里，我在你的脑子里。脑子里，幻听，精神分裂的前兆。我再也无法冷静，掀开被子跳下床，赤着脚冲出房间，一路抱着头往楼下跑，就能把那个诡异声音甩出去。正在餐厅吃早餐的谢雅倩听到这声惊恐大喊，立刻丢下餐具冲向楼梯，刚踏上几级台阶，就和我撞了个满腿。怎么了？目光迅速扫过我苍白的脸，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手臂，语速飞快，声音还在颤。我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他说他在我脑子里。谢雅倩，我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精神分裂，产生幻听了？你在说什么？你的声音呢？谢雅倩只是微微蹙眉，困惑着看着我，我的倾诉戛然而止。你聋了？我关心你，你居然骂我聋了！这句质问倒是清晰传入他耳中。谢雅倩脸色一冷，一脸被辜负的样子。我刚刚说了那么多，你一句都没听进去。我说你聋了，你耳朵倒是挺灵。我又急又气，恐惧感暂时被怒火压过。你刚刚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失忆、幻听，现在还有失语迹象。他不敢耽搁，走，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又一次在我脑子里响起，带着安抚的意味。宿主别怕，我不是变态，你也没有精神分裂，我是系统0137。系统0137。我的挣扎停下混乱，思绪被这个突兀名词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我无意识重复：是的，宿主。系统0137的声音平稳无波。不好意思，我本来应该昨天和你认识的，但是总部召集开会，我现在才和你会合。另外，你无法在其他人面前直接提及我的存在，相关言论会被自动屏蔽。我们可以在浴室里直接交谈，这样既安全，也不会被外界认定为精神异常。原来如此，不是谢雅琪聋了，是那些话被屏蔽了。我恍然大悟，紧绷的神经奇迹般松弛，甚至生出一丝荒诞的好奇。0137跟手机尾号似的。我在意识里嘀咕，系统0137沉默一瞬，然后一个符号表情直接投射在我意识。还有表情包。我惊讶地睁大眼，差点在现实里叫出来。乔晨，乔晨！谢雅倩的呼唤将我拉回现实，她看着我脸上飞快变幻的神情，心中不安达到顶点。昨天失忆，经疑似失语加幻听，现在又对着空气发呆，表情怪异，症状叠加，实在不容乐观。你没事吧？我们现在必须去医院。我彻底回过神，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饰的忧虑和决断，连忙摆手，努力让表情正常。没事没事，刚刚有点起床气，脑子还是有点混乱。吃早饭吧，我饿了。谢雅倩半信半疑，吃完早餐，她去公司上班前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家庭医生为我检查时，一位中年男人哭着冲了进来。姑爷，求您帮我和小姐说说情，别开除。我如今心智只有20岁，哪见过被年长者下跪的场面，连忙伸手去扶。您先起来，有话慢慢说。姑爷，我家老人要赡养2个儿子，还在读大学，真的不能丢掉这份工作啊！保镖迅速将别墅情况报告给谢雅倩。昨天才换的新号码，袁甜甜竟然当天就收到了风声，家里果然有内鬼。袁甜甜一边盯着公司明面上的动静，一边还对阿晨若即若离，刻意撩拨，真当我谢雅倩是摆设。我听完男人做的事，心里那点同情彻底消散。一个被主求荣脚踏多条船的人留在身边，无异于埋雷，太过危险。你今天能出卖谢雅倩，明天也能出卖别人，
今天是传递消息，明天说不定就要害人性命。你这样的人，谢家用不起。我会按市场标准结算工资，若是继续胡搅蛮缠，我就以违反员工守则起诉你，要求赔偿。保镖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同步给谢雅倩。谢雅倩原本冰冷的脸色渐渐舒缓。家庭医生的检查结果显示，我身体无碍，只太瘦。谢雅倩心情彻底明朗起来。这是近几年里我最愉快的一天。但愿这场失忆，阿晨演得久一点。不过这一次绝不会再让你逃离。阿晨好像真的忘了，那就永远别想起来，永远留在我身边。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回到卧室躺下，开始和脑中的系统对话。0137，你这代号能改改吗？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卖到了。可以，您希望我怎么称呼？别用您了，我感觉自己还挺年轻。你这说话模式能不能调整一下？太冷静了，冷冰冰的。好的，都可以调整。您觉得活泼亲切型怎么样？行，别那么像机器人就好，不然我真没聊天的欲望。至于名字，你先介绍一下。自己有什么功能？我来自男主部门，主要任务是拯救男主。简单说，就是来帮你的。我有什么需要拯救的？是这谢雅倩关着我，还是袁甜甜伤害我？宿主，有件事得先告诉你，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部小说。这个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不应该呀，我才刚来，什么都没说呢。是其他角色告诉你的，他们说了你就信了，也不对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能看见弹幕。这算是你们系统的 bug 吗？失误了，昨天刚到就召回去开会，不小心开了弹幕功能，所以你已经通过弹幕了解这个世界了。并没有，弹幕整天不是斗地主就是吵架，有用的信息不多。我只知道我是个恋爱脑男主，谢雅欣是女二兼反派，还有个出轨成瘾的女主，而我……不许这样说自己，男主要自信，要强大。这个世界因你而诞生，女主和女二确实该被严厉批评。你确定我是世界的中心？那为什么资源、人脉、好处全都流到女主那儿去了？我现在还这么瘦，我都嫌弃骨头硌得慌。这是一本很古老的小说，当年流行虐身虐心、家破人亡的套路，但现在这类风格已经不流行了。小说世界一次次轮回运转，可最近几次，这个小世界逐渐偏离轨道，尤其是上一次，女二黑化后直接杀了女主，最后在你墓前自尽，主要角色全部死亡，世界重启。而这次轮回，女二的行动轨迹又出现了异常。等等，你说了什么？我死了？我不是男主吗？我怎么就死了？谁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女主是作者亲生的，男主抱养的是吧？凭什么我就得死？我必须死吗？我死之前也得先把袁甜甜那个捞女带走。滋滋，系统0137监测到紊乱，警报！宿主你冷静一点，我们系统就是来帮助你的，帮助你达成 happy ending。哼，如果是要矫正原剧情，让我和袁甜甜美美大结局，那不如我现在就去捅死她。这种结局恶心谁呢？谁喜欢这样的女的？那就和她这种人过一辈子。好了，你冷静。我们男主部门权限高，而且现在已经不流行以前那套了。你可以决定你的结局，可以选择女二上位，也可以走无 CP 大男主路线。这还差不多。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团圆美满的好结局。我给你取名为团圆，怎么样？好的，宿主。我们的目标是幸福美满，以后合作愉快。你还没说你有什么功能，你打算怎么帮我？你那个弹幕功能是帮助也是骚扰，他们天天吵架，烦死了。团员道歉。不好意思，宿主，我现在就关掉它。你以后想看，可以在浴室里重新调控。你需要完成主线，达成你的幸福进度，每达到一个阶段都能开放奖励，最后的大奖是白头偕老。如果你没有 CP， 你独自也能平安到达生命的尽头。白头偕老也算大奖，万一我运气不好，选定的人又背叛了，我该怎么办？你可以随时换掉他，你重新选择的人继续继承这个大奖。男主系统将会永远以男主为第一位。我还算满意。我还有问题，我明明前2天还在读大学，现在都结婚4年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嘛，你听我狡辩。不对，你听我解释。我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带你去总部连接脑端，当然小说角色对总部是不会有记忆力的。我升级系统的时间用多了，我和你本来应该在6年前到的，总部网络卡顿耽误了我升级。总部1天，小世界1年。我想挽救回到至少你刚结婚的时候，结果没回去，还来到了更糟糕的现在，身心都受到了伤害。我是大学生，你也是吗？但是太不靠谱了，你升级升了个啥？我是今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系统，你还是我的第一个宿主。什么？你靠谱吗？我自己反正不太靠谱。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能力了。我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幸福的。我问道，这个世界平白无故少了6年，那我这6年是在还是不在？但是这个世界有我，
而且还在按照小说走剧情。这6年是世界的程序在运行，俗称自动控制。那既然都能够自动控制了，那还要我干嘛呢？按理说这个小说的剧情就是我也会走上这条发展道路，自动控制也会走到这条程序，那我跟他有什么区别？而且这跟我本身的性格什么的差别太大了，根本就不像是我能干出来的事。区别是自动控制的身体受伤，没有痛觉，没有情绪，没有思想，但是你有。我既然有思想，我怎么会干那么愚蠢的事？那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别人都是按剧本走完就歇菜，你不一样，开头和结局都不受剧情管，想怎么活怎么活，只有中间一段是剧情。被人操控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只不过是个提线傀儡，按别人写好的剧本活着，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剧情里的那个我跟我完全是2个人，他的想法、做事方式，我根本理解不了，也做不出来，让我一次次犯傻，一次也就算了，不可能次次都这么蠢。你觉得剧本里的那个不是你，很正常。被剧情绑死的那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随性活出来的样子才是真的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承认那6年是我的。太脑残了，我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对了，你的能力是啥？我的能力是回溯时间3次。现在把我回溯到6年前，我们从6年前开始任务。时间回溯只能是短期内。行吧，这个技能先留着吧。主线的阶段奖励是什么？你说这是主线任务，也就是说除了主线还有支线是不是？奖励是盲盒，能开出来什么我也不知道。支线任务会根据你遇见的人物随机发放，你可以选择做与不做。听起来蛮有意思的。谢氏成功拿下项目，将只赚不赔的项目收入囊中，意味着谢氏将在众多齐头并进的公司里杀出重围。袁天天得知结果当晚，把自己关在袁氏大厦顶层的总裁办公室内，整层楼只剩下他一人。招标结果的通知邮件还冷冷地停留在电脑屏幕上，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刺进他的眼睛。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海市的璀璨夜景。这片他以为即将纳入掌控的商业版图，此刻却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他开始疯狂砸东西，发泄过后，喘着气站在一片狼藉中，长发松散，额前碎发被汗水浸湿。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显示着未婚夫齐一白的来电，他没有接，只盯着那闪烁的名字，眼神阴冷。3个月前，为拿下政府招标，争取齐家5亿注资，袁甜甜跟齐一白签了对赌协议，项目成齐家分15%股份。项目外，他3年内以20%年息还本付息，并用自己8%的原始股权抵押。他还向父亲袁丰泰立了军令状。袁丰泰虽是退居2线的实际掌权人，只认能力不认亲情，本就子女众多，外头还有私生子女。这次袁甜甜惨败，地位彻底动摇。次日清晨，袁甜甜勉强收拾心情，试图重整旗鼓。她联系了几家之前有意向合作的中小型科技公司，开始推进一些刺激项目，希望用短期业绩挽回父亲的信任。中午时分，齐一白的父亲齐振平的电话如约而至，一番敲打与施压后，电话挂断。袁甜甜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神阴冷的可怕。几秒钟后，手机被狠狠甩在新换的办公桌上。老狐狸居然敢我，1个2个都想在这个时候踩我一脚。谢亚倩因拿下政府项目变得更忙碌，可哪怕再忙，她也会立刻查看保镖每小时发来的关于我在家状况的消息。3个小时了，我一直没出房间。谢亚倩向来对我最上心，心下不安，觉得不对劲。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她让保镖去敲门。去别墅看看少爷在干嘛。少爷，您在里面吗？我在打游戏，什么事啊？少爷在里面打游戏，没什么事。谢亚倩听见我无事不安的心才放下。接下来几天，谢亚倩白天在公司工作，我继续在家打游戏。期间我想出门，全部被谢亚倩驳回。晚上2个人通过一根金链相互牵制，躺在大床两端，距离1米多。唯一不方便的是，我为了快点长肉，每天都会多吃几顿，睡前也会吃喝。晚上上厕所会叫醒谢亚倩，谢亚倩中途醒来，睡眠变得更差。一段时间下来，谢氏公司里都在悄悄传，我把他们总裁大小姐给折腾得够呛。袁甜甜想重新赢回父亲信任，就忙着跟小公司合作。招标会上被我骂，还被拉黑的事儿，她本来很气，但觉得我最后还是听话，拖住了谢亚倩，没让她进场，认定我心里还是有她，只是闹脾气。可惜她手下人没用，就算谢亚倩没去，项目还是丢了。后来她查到我是为了帮她才住院，抽空发消息关心我，我没回，她以为我是被人限制了自由才失联，就往我旧手机号发了几条短信，留着以后对质用。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半个月了，一开始的新鲜感早就被这种封闭日子磨没了。每天睁眼就是这间豪华又冰冷的卧室，刷短视频看别人的生活，手指滑的关节又酸又疼。我瘫在床上，把手机扔到一边，喊系统：团员，主线和支线任务还能开吗？我连个人都见不着，天天在屋里打游戏，快得腱鞘炎了。宿主，要不咱们偷偷溜出去？跑出去不就跟原剧情一样了？原剧情不就是谢亚倩囚禁我，我想逃跑，然后被袁甜甜伤害，再被谢亚倩抓回来。我这身子这么虚，跑一半说不定直接挂了。
你说的也对，那你先养好身体，身体是本钱，不管做什么任务都得有好体质。对了，说到养身体，宿主，你要是能把体重恢复到正常状态，就算完成幸福目标的第一个阶段任务。你说什么？调养好身体也是完成目标？是的，幸福结局，身心健康是第一步。健康的标准是什么？最起码几个指标符合健康标准，无其他疾病。宿主，对你来说就是长肉。我努力半个月才长了3、4斤。宿主，你的身高188.8，体重最少也得140，低于这个值很不健康。我看了看自己瘦成干的样子，点头。我扔下手机。今天开始，我再多吃一点吧。噔，下楼找到王妈。王妈，从今天开始给我做点长肉的、补身体的吃的，反正什么补做什么。好嘞，少爷放心，一定补得结结实实。不过这理解好像偏了。晚饭餐桌上，我看着一桌美食，开始大快朵颐。谢雅倩的目光缓缓扫过餐桌，炭烤生蚝、七分熟牛排、鲜嫩深海鱼、翠绿韭菜炒蛋、十全大补汤，旁边还配着枸杞茶，这搭配实在过于旗帜鲜明。小姐，是姑爷下午特地吩咐的，说从今天开始要做些补气血、养身体的大补膳食，姑爷有心了。谢雅倩唇角抽动了一下，她看向我，我正埋头苦干，一手抓着生蚝壳吸溜，另一手插起牛肉往嘴里送。谢雅倩闭了闭眼，让王妈先下去。餐厅里只剩下碗筷轻碰和我努力咀嚼的声音。好吃吗？好吃。王妈手艺真好，汤特别鲜。我毫无形象打了个嗝。谢雅倩看着我，眼神里面只有对美食的欣赏，再无其他深意。她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联想有些自作多情。她拿起筷子，神情自然，开始吃饭。你快吃，这么多呢，你不吃我可都吃了。说完，又给自己盛满满一碗汤，是要把养肉计划贯彻到底。谢雅倩看着我风卷残云的架势，眼皮又开始跳，状似不经意提醒：少吃2口，暴饮暴食，小心又像上次那样，肠胃受不了进医院。不会的，我心里正美滋滋盘算这一顿能长几两肉。团员也在实时监测摄入量，目前还远未到警戒线，我心里有数。又夹起一块韭菜，谢雅倩看着我吃得开怀，也跟着多吃很多。夜色沉沉，她躺在离我不过1米多远的床上，身上的温度比平日里要高些，心绪也跟着隐隐浮动。最近阿晨的模样实在像极了忘了这些年所有过往的样子，不像是刻意演出来的。这份生疏与淡然也根本演不了这么长久，这么真切。谢雅倩的思绪不自觉飘回了20岁之前，飘回那段青春年少的时光里，那些早已沉寂枯萎的情愫，在面对失意后的她时，竟悄然复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再一次变得鲜活滚烫，可我哪里猜得到她心底的辗转？起初，我本是抗拒和她同处一室、同睡一屋的，这半个月相处下来，我也渐渐确定，谢雅倩只是单纯不想让我接触袁甜甜，一心护着我的安全。除此之外，在别的事情上，她似乎并无别的心思。这样大补的日子过了1周，我因为每天吃的不少，体重明显重了许多，原本略显单薄的胳膊腿都裹上了一层肉感。某天清晨，我悄悄站上体重秤，看到指针稳稳停在110斤，我忍不住弯起嘴角，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左看右看。可陪着我一同跟着进步的谢雅倩，身体里却像是悄悄点起了一把闷烧的火。起初只是夜里辗转难眠，毕竟她身体又不虚弱，到后来竟成了隐隐的煎熬。她常常在深夜骤然醒来，只能借着微弱的光静静凝视身旁酣睡的我。我对此毫无察觉，看着我这般全然醒来的模样，她心底那点燥热火气终究化作了无奈。算了，还是要慢慢来吧。他既不忍心吵醒熟睡的我，也不愿去冲冷水澡勉强自己，更无法开口跟我解释。又是一夜，熟悉的燥热袭来，比以往更甚。谢雅倩额角渗出细汗，她轻轻掀开被子，拿钥匙解开手上的链子。我迷迷糊糊往中间滚动一圈，堪堪贴上她手臂肌肤。她几乎是逃也似的冲进浴室，想要冲干净自己那些奇怪的想法。我早上醒来时，完全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一如既往起床下楼吃饭。谢雅倩看着我逐日健康的气色，心里十分开心。谢雅倩，在家里太无聊了，我要出去。另外，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工作，我现在天天在你家里当猪也不是个事儿啊。谢雅倩听我这么形容自己，不由得一笑。阿晨还是跟当年一样，狠起来连自己都骂。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出去，但是我在家快发霉了。我不是为了女人要死要活的乔晨了，我是那个20岁的乔晨，我要上进努力，积极阳光。我想有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不会的话，我也可以慢慢学。我不想被你一直豢养在家里，我感觉我自己像一个猫猫狗狗，不像是一个人。宿主你真棒，这才是你。果然被剧情束缚住的你不是真的你。看看弹幕是怎么夸你的。我就是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可以不用太优秀，但要有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干一份工作，融入社会。可以独立自主，做回自己的阿晨，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了。哦耶！你给我做助理，天天跟着我。没有别的选项了。谢雅倩不高兴了，气鼓鼓道：你什么眼神？你什么表情？
你什么态度？我知道了，我同意了。我天天想到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就难受，这理由你高兴了吗？我这不是怕你骗我吗？万一你借着工作又偷偷去找那个袁甜甜，最后又要死要活的，我还得去救你。我刚想到团圆之前说的上一个轮回里，他杀了袁甜甜后又和我一起去了的事。说实话，我真不觉得谢雅熙会喜欢我，毕竟我们关系一般。现在吃个早饭都能简单吵一架，在我们人生前20年，这种事经常发生，聊不了2句就吵，吵不2句又和好。我实在很难想象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谢雅琪和袁甜甜一样都有病，非得人死了之后才明白自己的心，才会后悔？哦，我知道了，给你当助理就给你当助理呗。黑色轿车稳稳停在谢氏大门前时，来往员工便不自觉放慢脚步。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他们那位惯常神色清冷的总裁大小姐。所有人目光瞬间被她身侧的我牢牢抓住。谢雅倩对周遭聚焦的视线恍若未闻，径直和我手拉手走向总裁专属电梯，随即爆发出压抑不住的窃窃私语。几个胆子大的员工迅速掏出手机，在谢氏吃瓜前线群里疯狂刷屏。怎么回事？朱特助，谢总带了个特别帅的男人过来。乔晨，那个记忆中总是歇斯底里，眼里只有袁甜甜的乔晨，谢雅倩会带他来公司？叮的一声，总裁专属电梯门再度打开，谢雅倩率先走出，紧随其后的正是我顶层员工，瞬间正襟危坐。来我办公室。是，谢总。猪猪立刻收敛心神，随即跟了上来。谢总，姑爷，早上好，您有什么吩咐？不等谢雅倩开口，我已经抬起脸，带着一种格格不入的兴奋。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个工位，我从今天开始要来上班了。我是不是出现了幻听？不然我怎么会听见这个总给公司惹麻烦的总裁姑爷居然说要来公司上班？这简直像个噩耗。他下意识看向谢雅倩，用眼神寻求确认。谢雅倩急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在我办公室里加一张桌子，先从简单的工作接触起。不行，我要坐外面和大家一起。按我说的，马上去办。我的要求没被同意，倒也在意料之中。现在的谢雅倩完全就是个独裁者。如果你敢借着上班的名义偷偷跑出去，以后就再也别想踏出家门一步。我刚走出来就对上了外面数十双来不及完全收回写满八卦的眼睛，双方视线在空中交汇，气氛瞬间微妙又尴尬。可我反倒像找到了组织，脸上立刻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主动走上前，声音清亮：你们好。你好你好，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我是职场新人，什么都不懂，以后还要请大家多多关照。应该的，您太客气了。我像是完全没察觉到那些探究打量的目光，很快自然地融入几句闲谈，原本紧绷的气氛也缓和了不少。员工 A 按捺不住好奇心，小心翼翼试探：那个，方便问一下，您和谢总是？我眨了眨眼，回答的自然流畅：我们是发小，也是老同学。原来如此。众人恍然大悟，原来是青梅竹马，究竟是何方神圣时？猪猪带着后勤人员，搬着崭新的办公桌椅和电脑设备走了过来，看到被围在中间的我，姑爷，你怎么没在谢总办公室？猪猪停下脚步，语气恭敬。姑爷二字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每个人心中激起了巨大涟漪，现场瞬间一片寂静。传闻中与谢总关系极差的谢姑爷，果然能和谢雅倩一起出现的男人，只能是谢姑爷。谢大小姐这步棋，我实在看不懂。他们不知道的是，总裁办公室那面特殊的单向玻璃后，谢雅倩正静静伫立，她的目光穿透玻璃，牢牢锁在我上，双眸翻涌着复杂难辨的情绪，探究审视，还有一丝被强行压抑的占有欲。最近阿晨十分听话，甚至带着20岁时的灵动与活力，几乎无懈可击。这可能是阿晨更高明的伪装，要尽快找出破绽，撕开阿晨的假面。可是我多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希望时光就此停住，希望阿晨永远是这个样子，那个会对我笑，会跟我顶嘴，也会在被捉弄后只会嘿嘿傻笑的阿晨。猪猪动作利落，很快为我布置好了工位，崭新的电脑，齐全的办公用品，一应俱全。有了自己的地盘，我看上去格外投入，一整个上午都规规矩矩坐在电脑前，时而凝眉思索，时而敲打键盘，认真的不像话。团员，这个报表什么意思？这些数字都代表啥？这个文档排盘怎么调？为什么我弄出来这么丑？学校根本没教过这个啊，完全没接触过啊！这 PPT 模板也太土了吧，颜色丑死了！我秉承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先偷偷用手机搜索，实在搞不懂的就紧急呼叫团员场外指导。一整天磕磕绊绊，竟也像模像样完成了几项基础任务。谢雅倩把我交上去的文件打印出来，用笔尖点着几处。这里逻辑不通，这里数据引用不准，有格式不符合公司规范。我凑过去看着在纸上绢画讲解，他声音温柔耐心，我不知不觉跟着他的思路，看他演示修改调整，学着他处理问题的逻辑。窗外渐渐染上暮色，5点的下班闹钟准时响起。刚才还全神贯注的我，瞬间像被注入活力一般，眼睛一亮。
迅雷不及掩耳的保存文件关电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我欢呼一声，起身就要往外冲。乔晨，你的修改意见不要了，明天再改。劳动法规定，下班时间到了。我一溜烟跑出办公区，留下身后一堆默默投来羡慕目光的打工人。谁不想准点下班啊？可我的自由极其短暂。对不起，顾爷，谢总特意吩咐您不能单独离开公司。谢雅倩，我要下班。回来文件改完再走。现在是下班时间，按加班算3倍工资。身为员工，比老板走的还早。在别的公司，你已经被开除了。我捏着手机，又回头望了眼高耸的电梯，灰溜溜重新走进电梯，顶层的灯再次为我亮起。下班吧。我讨厌加班。我跟在谢雅倩身后走进电梯，这次安静了很多。谢雅倩开车带我回谢宅时，夜色已深，刘妈早就备好晚饭，热气腾腾的6菜1汤摆在桌上，带着家常暖意。两人安静吃完饭，我径直回主卧，继续在峡谷大杀四方。谢雅倩则进了书房处理公务。没多久，她手机震了震，出来喝一杯。听说你今天带姐夫去公司了，什么情况？不去，没什么情况。少糊弄我！你俩能和平共处一整天，没吵架没冷战，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奇。还好，他失忆了。谢雅倩被烦得不行，潦草回了几句，便不再理会。1个小时后，门铃响了，王妈开门，只见顾念念笑嘻嘻地站在门口，熟门熟路地换了鞋。谢大小姐，我到你家了。顾念念给楼上的谢雅倩发消息。姐夫呢？你倒是执着。谢雅倩下意识瞥向主卧紧闭的房门，为这点八卦专程跑一趟。那可不，你们没打起来真是奇迹，我当然想亲眼看看。顾念念坐直身子，眼里闪着光。谢雅倩语气淡淡地说：我们又不是动物园的猴子，还值得你来特意参观。话说回来，阿晨不是一直对那个袁甜甜要死要活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你别不是又被骗了？当初我为了袁甜甜闹得满城风雨，顾念念作为谢雅倩最铁的闺蜜，没少陪她喝闷酒，自然心有余悸。谢雅倩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柔和。她失忆了。后来上次她也装过头疼失忆骗你心软，这次手段升级了。这次是真的，她连袁甜甜是谁都不记得，万一只是演技进步了呢？雅倩，你别又栽进去。话没说完，2楼传来轻微的开门声，两人同时抬头望去。我穿着居家服走了出来，我站在栏杆边望下来，目光清澈，带着些许陌生和好奇。顾念念立刻站起身，挂上招牌式的明朗笑容。姐夫好，是不是我们说话声太大，吵到你了？我走下楼梯，朝他点了点头，礼貌却疏离。你好。与此同时，我在脑中紧急呼唤系统团员。这人是谁？顾念念，女主创业时期结识的挚友，关系很铁，算是唯一能跟谢雅倩说几句真心话的人。我恍然迎上顾念念探究的目光。我是下来拿水的，你们继续。我走到厨房冰箱前，取了2瓶矿泉水。他刚才居然对我笑了，还主动说你好。他以前每次见我不都是一副冷脸吗？看来真失忆了。阿晨的记忆停在20岁，之前的人和事都忘了。好事啊，这等大喜事必须庆祝。走，出去喝2杯，我请客。谢雅倩愣了片刻。也好，走吧。这就开始报备了，雅倩，你这是又有动心了。谢雅倩没理他，走到主卧门前轻轻扣了扣，里面传来我略显含糊的声音。推开门，我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战况似乎正激烈，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勾勒出专注的侧影，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阿晨，我出去和顾念念喝点酒，可能会晚些回来。我头也没抬，眼睛依然粘在屏幕上。好，你去呗，我又没拿栓子拴着你。话音落下的瞬间，谢雅倩身形机不可察的一僵，那句话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进她心底。她想说些什么，可所有言语都堵在喉咙里，最终化作一片苦涩的沉默。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带上了门。酒吧里灯光昏黄迷离，低沉地撞击着耳膜。谢雅倩一言不发，连灌了2杯烈酒。慢点喝，你这是干嘛？这会儿功夫受什么刺激了？第3杯举到唇边时，谢雅倩仰头饮尽。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关着他？你那是保护他，以前一放手他就直奔袁甜甜，闹出多少事？哪次不是你去收拾烂摊子？现在他失忆了，情况不明，更得分外小心，万一再出事怎么办？他不喜欢被我锁着，也不喜欢我。谢雅倩盯着杯中晃动的琥珀色液体，这不明摆着吗？但好歹他现在不闹了，这总算能清静点，慢慢来呗。感情这事儿急不得。谢雅倩却像是没听见，又给自己倒满了1杯。顾念念摇头，知道今晚这酒办是当定了。两人出众的相貌早已吸引了不少目光。不一会儿，一位身姿挺拔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近，在谢雅倩旁边的空位坐下。2位美女，一个人喝多闷啊，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不好意思，我朋友结婚了。结了婚也可以交朋友吗？看这位美女心情不好，一起聊聊。我结婚了。男人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意有所指地瞥过她空无一物的手指，语气带上挑拨。看你心情不好，是和丈夫闹别扭了。要我说，有时候也得让自己放松放松。说不定您丈夫这会儿也在别处玩得开心呢。而且你婚戒都摘了，何必那么认真生苦短，及时行乐不好吗？此时此刻，我正和游戏好友组队开麦，对着对面情侣哑口无言，玩得不亦乐乎。突然，毫无征兆地打个响亮的喷嚏。谁在想我？我揉了揉鼻子，嘀咕了一句。谢雅倩周身的骤然降至冰点。滚！那男人被这眼神里的森然寒意射住，慌忙落荒而逃。顾念念松了口气，转过头，却见谢雅倩正垂眸，死死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无名指上空荡荡。我和阿晨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假的。阿晨失忆前不喜欢我，失忆后仍旧不喜欢我。这个认知比任何烈酒都更灼烧五脏六腑。谢雅倩不再说话，一杯接一杯，顾念念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不知该如何劝解。到最后，眼见谢雅倩罪已深重，只得认命地叫来自己的人，先把这位祖宗安全送回去。夜色已深，谢雅倩被司机扶下车时，夜风一吹，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瞬，但脚步依旧虚浮。她挥开顾念念想要搀扶的手，自己踉跄着走进宅子，一步一步挪上楼梯。顾念念看没自己什么事了，放心回家了。在卧室门前，谢雅倩停下，背靠着冰凉的墙壁，略显笨拙地整理了一下裙摆。做完这些，她才深吸一口气，握住冰凉的门把手。好宝，这个人头给你。门内隐约传来我的激动嗓音，透过并未关严的门缝，异常清晰地钻入他的耳朵。谢雅倩的手瞬间僵在门把上，浑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冻结，又在下一秒轰然冲上头顶。酒吧里那个男人恶意揣测的话语，竟像一句最恶毒的得言，在此刻以如此讽刺的方式应验。原来阿晨没有失忆，一直在骗我，用那种无辜的带着20岁影子的眼神，用那些看似温顺的举动，精心编织着一个巨大的谎言。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阿晨依旧和任甜甜保持如此亲密无间的联系。哦，多么亲密的爱称！我多年前在梦中唤过阿晨无数回，期待有一天阿晨也能这样称呼我。阿晨从未这样叫过我，一次都没有，却叫了另一个女人千次万次。谢雅倩的嫉妒在酒气中发酵，原本散去了些许的酒意，此刻混合着滔天的怒意被愚弄的耻辱，从岩浆般轰然上涌，瞬间吞噬了她最后残存的理智。她猛地推开房门，房间里温暖柔和的灯光流淌出来，与走廊的昏暗形成鲜明对比。我正半靠在床头戴着耳机，手指还在屏幕上飞快滑动，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我脸上还残留着方才与游戏好友互动时的轻松笑意。谢雅倩站在那里，脸颊泛着不正常的厉红，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猩红与绝望。平日里清冷得体的模样荡然无存，像一只被彻底刺痛的困兽。她死死盯着我，嘴唇颤抖，半天挤出一句带着哭腔的质问：乔晨，你骗我，你根本没失忆。我一头雾水，坐直身子。我骗你什么了？我从来就没骗过你啊！没骗我。她一步步走进来，高跟鞋踩在地板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那你刚才喊的好宝是谁？袁甜甜对不对？你一直都在装失忆，装乖，装着只依赖我，背地里还在跟他藕断丝连。我这才反应过来，哭笑不得的举起手机。你说这个？这是我游戏队友，一个男生，我刚拿了5杀，喊他好宝庆祝一下，你脑补什么呢？谢雅倩的脚步骤然顿住，酒意醒了大半，眼底的怒火一点点僵住，变成错愕。她盯着我手机屏幕上的游戏界面，又看看我一脸无辜的样子，脸颊的红瞬间褪去，变得苍白。我放缓语气：谢雅倩，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我想起袁甜甜。以前那个为了袁甜甜要死要活的人，不是我，是被剧情操控的傀儡。我现在的记忆停在20岁，我只记得我们是从小吵到大的死对头。他别过脸，肩膀微微颤抖，不肯看我，却也没再反驳。我下床走到他面前，以前那个为了袁甜甜要死要活的人，不是我，是被剧情操控的傀儡。我现在的记忆停在20岁，我只记得我们是从小吵到大的死对头。记得我运动会跑第1扭伤脚，是你扶我去校医院，一路骂我，却攥着我胳膊不敢用力。记得你以前嘴硬心软，我缺零花钱，你嘴上不情不愿，转头就把钱塞给我。记得你说过，全天下男人死光都不会喜欢我。那是气话。我知道。我伸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动作笨拙却认真。这半个月，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嘴上用金链子锁着我，怕我跑，怕我受伤。可你给我最好的生活，为了我放弃重要的竞标会，哪怕知道我可能是装的，也次次都奔向我。谢雅倩，你不是反派，你是这世上最傻最护着我的人。他猛地抬头，眼泪砸在我手背上，滚烫滚烫。你真的不会再去找袁甜甜了？
我找他干什么？一个吊着我，利用我，踩着我和谢氏往上爬，还不肯给我一句真心的女人，我脑子坏了才会再碰。以前那个不是我，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只会远离垃圾人。宿主，你太棒了，误会解开啦！我没理会系统，轻轻拉过谢雅倩的手，把她带到床边坐下。以前的事，我替那个他向你道歉。他让你受了6年委屈，让你夜夜睡不安稳，让你明明喜欢我，却只能用囚禁的方式留住我。是他对不起你，但我向你保证，从今天起，乔晨不会再让谢雅倩掉一滴眼泪。谢雅倩扑进我怀里，紧紧抱着我的腰，把脸埋在我颈窝，压抑了6年的委屈终于爆发，哭得像个孩子。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心里满是心疼。谢雅倩所谓的囚禁，从来不是控制，而是救赎。如果不是她寸步不离地守着，那个被剧情操控的我，早就死在了一次次自残与绝望里。她用最笨拙、最偏执的方式护住了我这条命。以后别用链子锁我了，我不跑。你要是怕，我去哪儿都带着你，上班跟着你，下班陪着你，一辈子都不离开。她抬起哭红的眼，小声问：真的？比真金还真。而且我还要好好工作，帮你打理谢氏。以前我拖你后腿，以后我做你最坚实的后盾。那晚我们第一次没有隔着1米远的距离睡觉，我抱着她，她靠在我怀里，安安稳稳睡了一觉，没有辗转反侧，没有夜半惊醒。第二天一早，谢雅倩醒来时还有些不好意思，耳根红红的，我故意逗她：谢总，昨天是谁哭鼻子来着？她瞪我一眼，却没了往日的清冷，带着几分娇嗔。不准提。起床后，我直接让保镖把家里所有的金链子都收走。以后我用真心拴着你，比什么都牢。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融入了谢氏的工作，从一开始连报表都看不懂，到后来慢慢跟着谢雅倩学习商业知识，处理公司事务，我进步飞快。谢雅倩教我时耐心十足，我也格外用心，只想帮她分担压力，让她不用再一个人扛下所有。而袁甜甜终究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付出了代价，政府投标项目失败，她不仅没能拿到齐家的注资，还欠下巨额债务。袁氏股份被抵押，她的父亲本就重礼轻情，见她彻底失势，直接剥夺了她在公司的所有权利，扶持其他子女上位。袁甜甜众叛亲离，曾经的风光荡然无存，最后只能灰溜溜离开海市，再也没能力兴风作浪。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只是淡淡一笑。善恶终有报，她的结局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顾年年再次来谢宅时，看到我和谢雅倩并排坐在沙发上，我给她剥橘子，她靠在我肩上看文件，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惊得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我天，乔晨，你真的彻底变了！以前你眼里只有袁甜甜，现在眼里全是我们雅沁。不错不错，总算开窍了。谢雅倩轻轻推了顾念念一下，嘴角却带着笑意。别胡说。我握住谢雅倩的手，认真的说：以前是我瞎，现在我看清了，谁才是真正值得我珍惜的人。宿主，第1阶段任务圆满完成，身体健康指标达标。第2阶段任务守护谢雅熙开启，奖励盲盒已发放，开出夫妻同心 buff， 以后你们心意相通，再也不会有误会啦。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体重慢慢恢复到正常标准，不再是以前那副骨瘦嶙峋的样子，整个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我和谢雅倩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从小时候的欢喜冤家变成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爱人。谢氏在我们的共同打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版图不断扩大，成为了海市首屈一指的企业。曾经质疑谢雅倩的股东，如今对我赞不绝口。某天周末，我带着谢雅倩回到我们曾经的大学校园，走在熟悉的校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仿佛又回到了20岁那年。我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谢雅倩，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枚钻戒。这是我用自己赚的第1笔钱买的，谢雅倩。20岁那年我扭伤脚，你扶我走过这段路。26岁这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完一辈子。以前的婚姻是赌气，是救赎，是意外。现在我想娶你，是因为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谢雅倩眼眶湿润，用力点头，声音哽咽。我愿意。我把钻戒戴在她的无名指上，起身抱住她。以后再也没有死对头，只有我和我老婆，一辈子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宿主，最终任务完成，大奖白头偕老已激活，祝愿你和谢雅倩一生幸福，平安顺遂。我抱着怀里的人，心里满是满足。曾经我以为我是被困在小说里的傀儡，命运早已被写定，只能走向悲剧。可现在我知道，只要坚守本心，珍惜真心，就能挣脱所有束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谢雅倩用6年的偏执与守护，等回了真正的我。
我用余生的温柔与陪伴，偿还他所有的委屈与等待。夜深人静时，我看着身边熟睡的谢雅倩，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乔晨最大的幸运。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